今天要开什么？怎么开？大家好，我是森森。那我们是 DVC Toys 频道办公玩具。今天要开箱的是由 Premium One Studio P1S 所推出的这两款烙印勇士的雕像凯兹跟古丽菲斯。这两款雕像作品是为了纪念 P1S 公司成立10周年所发表的 Legacy Arts 纪念的两款作品，主要是想要向原作者三浦健太郎老师表达一个致意。整体设计呢是以漫画第34卷封面插画为基础，将凯兹还有古丽菲斯以黑剑士跟白鹰做一个对比实体化。那我们赶紧来看看雕像的实体吧。现在为大家展示的是我们零件的配置图，说明书上面都有它的配置，回合的时候就不用担心忘记怎么放回去咯。那我们就先从凯兹开始组装吧。那我们现在就先来讲底座的部分吧。我们可以注意到前方这边呢，就是有我们熟悉的烙印勇士的印记，还有特别做一个浮雕的设计，那就是整串的烙印勇士的印记了。由下往上看呢，是由黑变成渐层白的，就有种月光映照下来的感觉。除了浮雕的部分呢，它的上色技巧是走一个比较简洁的方式，更能够凸显我们的主体，也就是我们的凯兹这个角色。接下来介绍我们的主体，那我们可以看到大件中间这边的纹理，还有旁边侧边都是有一些战损的痕迹。剑的最顶端，它是做一个蓝色渐变到黑色的部分。锋刃的部分呢，也是有做一个消光的处理。剑柄的部分，在组装的过程中，如果要把它顺利的插上去的话，是需要用一些角度，有可能会磨蹭到它的大腿，有掉漆的可能。盔甲的整体细节就非常的细腻了，有一个旧化的涂装感，纹路还有细节都是表现得非常的丰富。我们也可以看到它是有做一个渐层的效果，各个边角呢都是有做一些做旧，阴影的部位呢也有染上一些蓝色月光的气息，更能够彰显凯兹阳刚的气质。接下来我们再来介绍今天最大的亮点吧，也就是我们披风上面的浮雕，它是采用一个高对比低彩度的呈现方式，它的线条跟颜色方面都是表现得非常的刚硬，更能够凸显出凯兹刚硬的特质。另外一个小细节的地方是，正面的披风才是消光的，背面的部分呢，则是带有一点点亮面的质感。脸部浮雕呈现了笔触鲜明的美术效果，特点感还有附上一个脱掉头盔的头雕，它是可以换上去的。啪嗒！哎呦喂！叮咚，就像这样。那我们接下来再来看向另外一个古丽菲斯的雕像吧。咻，啪嗒，啪嗒啪嗒啪嗒，咻，哎咻，咚咚咚，嚓，组完了。好，那我们的古丽菲斯也已经组好了。地台的部分呢，也是跟凯兹的一样，有烙印勇士的符号。前面的徽章已经变成了鹰之环的符号了。底座呢是有一些骑士的头盔、战损的痕迹，它一样是做下到上的渐层。接下来我们就来介绍我们主体的部分吧。蛮特别的一个地方是，古丽菲斯的脚后有一个马刺的设计，它有蛮明显的明暗对
对比。一般在组雕像或是模型的时候，它可能会有特定的形状，让你知道说它是要插左脚还是右脚。但是它的设计是有呈现一个蛮明显的明暗对比，你就可以马上的知道说左边的是要插在左边，右边的是要插在右边。盔甲上除了珠光质感呈现古丽菲斯的性格之外，护手上面呢也有蛮明显的金属质感，但它并没有做太多的做旧。披风上的脸部浮雕在线条还有色彩上的渐层更加的柔和。那我们也可以看到，像是它眉毛上面的细节呢，有多了一点点金色，给人家比较温柔的感觉。纹理部分也跟凯兹有一些的差异，不一样的呈现方式，做出了不同布料的感觉。同样，它也有附上一个摘下头盔的头雕可以做替换。那我们现在就把它换上去吧。对啦，那我们也把凯兹也放上来做一个对比吧。目前就是把两只雕像都摆在一起了啦，摆在一起之后也是相当的震撼，更能够看得出来它的对比还有浮雕的精细度。这两尊雕像我会推荐大家收藏的原因，主要是因为除了是34卷封面图之外，这个场景贯通了这一整部作品，象征的是两个人不一样的蜕变。凯斯以不一样的形态继续了他整个故事的旅程，古丽菲斯也变成了不一样的样貌，想要继续完成他原先的梦想，这也象征了两人之间友情的决裂。那我们今天的开箱就到这边结束了。如果对我们的影片或者是后续有想要开箱什么样子的收藏，都可以告诉我们，按赞、订阅、开启小铃铛 DBC Toys 办公玩具的频道。今天就先这样啦，拜拜。